各自的家庭，当然生活呢很不幸福，所以说我们都选择结束了过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遇到他是一件很幸运的事，让我觉得很温暖。作为一个男人，不仅呢照顾他还想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他其实不是做生意的料，但是他就是不服气，想挣钱。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支持他的，把自己的钱给他拿去做生意，但是真的没有一样能成功的。做生意嘛，本来就是有赚有赔的。我觉得他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谁的话也不听，我不给他钱他就跟我动手，所以没办法，我只能选择离开。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呢，我知道自己真的错了。这里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我们能不能从这里重新开始？这是一对各自有过情感经历的一对恋人，有过这样的人生起伏之后，他们为什么又一次迎来自己恋情的时候还会这样呢？生活哪儿没活明白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他们来，掌声有请。男嘉宾阿涛38岁，来自河南，职业销售；女嘉宾小玉34岁，来自安徽，无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愿意说出巷子里的秘密吗？愿意。愿意。38是吧？对。曾经有过婚姻？是的。哪年离的？10年。有孩子吗？有。小孩，男孩女孩？男孩。跟谁？跟我。孩子多大？5、6岁了。您今年是34，也有过婚姻是吧？对。孩子多大？12岁。男孩女孩？男孩子。你带还是？前夫带，没有争取过来。大概有多久了？离婚？4年前离的。那你们两位什么时候认识的呢？就是离婚以后吧，在我心情最低落的时候，大概也反正将近4年了。啊，认识的。对，那个时候就是说认识他这个人给我感觉就是他说的每句话就是说很能说到我的心里嘛，因为那时候是在我最低谷的时候，交往了一段时间，感觉这个人挺照顾我的，然后就在一起了。但是在一起后来呢，他一直都在创业，在我这里呢前后将近大概这边投资了大概有30万左右，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成功。最近呢，因为一个朋友跟他介绍了一个生意，他说要开一个店，大概10到20万左右。我没有答应他，但是呢，我不给他钱，他就打我。明白了。所以我也没办法，所以选择跟他离开了。那个我知道也是不对的嘛，那个我也已经给你赔礼道歉了。再说那也不算是打呀。你那就不算打人吗？我不给你钱，你就直接给我家里的东西都给你砸光了。最后一次，他已经是这是第3次对我动手了，所以说我忍无可忍了。也是那个着急上火嘛，喝酒喝醉了，回来之后跟他说这个事，说着就……你不能一什么事情一上火了，一喝酒了你就打我，是不是？把我直接二话不说，不给他钱，二话不说，直接给我打到地上去，打的全身都是乌青的，头上也是大包，家里东西都砸光了。也是正常的事，喝酒喝醉了，你不给他一般见识不就得了吗？但你不能老是这样呀，是不是？我之前又不是说不给你，不支持你，是不是？之前刚开始他是认识他那一伙的时候，他是做那个无烟锅舞台展示的，他那个时候已经投资了10多万进去。他说人家生意好，想再搞一个舞台，他说还差个7、8万块钱，你过来我们一起做。那我那个时候反正就说觉得这个人可靠呀，当时答应他了，就把这个钱投给他。然后呢，2个舞台没搞好，又要搞3个、4个、5个，最后呢，那不是把这些钱全部都一天都能挣个1、2千块钱嘛？那不是也是想着急着多挣点钱？后来他就是有一个炒股票的朋友，那个时候大概是2年前，跟他聊起股票怎么挣钱呀，然后他就相信他朋友的，投资了5万块钱进去。5万块钱进去以后呢，这个股票呢就是往下跌了，我就赶紧叫他把这些钱拿回来。最后呢，拿了1万块钱回来。哪是这回事啊？大家都知道炒股啊，它都有跌有涨的嘛。等到股票跌下来了，他说：“哎呦，你赶快拿出来吧！”我那朋友说：“你不要拿出去，不要拿出去。”他非要听他的，最后拿出来之后，要股票到去年人家又涨了。我朋友呢，人家挣了将近10多万，咱们到最后还是个赔。你反反复复借他这些钱，30多万从哪儿来的？这是我辛辛苦苦挣下来的积蓄。最可恶的就是说有一次是什么？他认识了一个什么，我都不知道在外面怎么认识了一个弟弟。
跟他说我人脉很广的，以后你要做什么，或者说你直接跟我说一下，我就直接给你办到。他带我去见过这个他所谓的弟弟，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弟弟不可靠，我说你不要相信人家，我说有什么事情我们自己踏踏实实的做点生意就好了啊。结果他就不相信。过了没过几天，那个弟弟就跟他说，他说哎，你借我3万块钱，我有急事啊，他说过哪天还给你的。他就回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答应人家了，我答应我那弟弟了，借3万块钱给他，你把钱给我。我就不给他，当时不给他，我就跟他吵了以后呢，他就出去了。半夜回来以后，他就拎起来就给我一顿打，2个巴掌打过去，直接给我打到地上去。那本来就是说答应过朋友借给人家的，不借给人家，那脸面往哪里放嘛？是不是？你回来了问你要，你还不给，你有考虑过然后我吗？出去喝酒回来之后，叫他说是给钱拿出来，他二话不说起来都是往我身上抓。行，停，你们俩靠什么生活呀？我就是说，因为之前赚的这些积蓄，我平时的也偶尔做点淘宝或者之类的。你靠什么活呢？生意嘛都要做赔了嘛，反正是以前那点积蓄也没了，有时候缺钱了，他也不给钱，有时候就问朋友借一点呀，周转一下。他总是说我那些朋友啊，那说白了，其实就是他养活你呗，也差不多吧。差不多，他养活你，你还理直气壮的打他。打过你3回是吗？最后一次就是因为吵着要这个，就是说一个产品，他说要开店，拿个10万、19万是吧？因为他之前是真的没有一件事情能成功的，拿了这么多钱。那我再问问哈，除了在投资这儿他不太靠谱，在生活里他靠谱吗？生活上之前是可以的，但是后来就是说在杭州，就是说什么认了弟弟呀，这些后面就是说朋友多了呀，就是说经常出去喝酒啊、唱歌啊之类的呀，就是事情多了，人也变了。现在这个人他小弟兄的那个女朋友就跟我说，他说哎呦，你朋友在那里给那个女孩子天天喝茶，每天晨上入对的，他们还给那个女孩子过生日呀、买花呀，就买蛋糕包场了。我说我跟你这都快4年了，你都没有给我买过花，没有给我过一次生日。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说男人不除了男人不跟女人在一起交往，还能怎么着？你谈朋友也好，你能跟人家这么亲亲密密的吗？牵牵手吗？我哪有跟他亲亲密密牵手的？那都是朋友在瞎扯的、瞎起哄的。他就把他你心里没鬼，你为什么不带着我去呢？你为什么给人家包场呢？我不带你，那是你带着你过去之后，你就整天就是说急着要催着回家，跟朋友连谈事都谈不成。行了，不吵了。当时因为什么离婚啊？以前也是因为那个别人那个误会啊。误会你出轨？对啊。我这个人就是说行得正坐得正，我身正不怕影子斜的那种人。那你第一段婚姻里面有没有打人的行为呢？没有。那你为什么打他呢？我以前是从来都不喝酒的，然后生意做赔了嘛，也就比较郁闷嘛。有时候回来了，问他跟他商量事，什么事情也商量不通。你是跟他商量事，还是问他要钱？做生意嘛，你要男人在家里也不能什么都闲着嘛，总想着去创业啊，做点事情。他只要一跟那些朋友在一起，他那朋友跟他说这个说那个，他就是听什么。我明白。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听。我可好奇了哈，就是按理说你也是有生活阅历的人，那为什么这个男人这么不靠谱，反反复复的投资失败，你反反复复的去帮助他，一帮就帮4年呢？前个几年他是确实对我很好，就后面这2年变了人。也就是说，如果他对你好的话，其实你不在乎给他投钱做买卖，是这意思吗？对，因为我也想创业。我问问你哈，就是你在认识他之前，你是做什么的？在工厂上班的。工人？对。因为认识他，你变成老板了，对吧？因为2个人在一起，感觉到1个月5000多，也不够我们开支嘛。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啊，不行的话就出来，就是说自己做点事情嘛。做事情的钱都是他的钱，对不对？做事情之前我们是各自用各自的。明白了。哎，你们要分开那30万还要吗？我不要了。我现在最后是说他又让我拿钱，所以说我已经没办法了。我真的，我说你已经太伤了我的心。你还有钱吗？我自己积蓄多多少少有一点，没有钱我可以自己去工作，我可以自己努力的。你早就应该告诉他你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也没关系啊，我也知道打人是不对的。那个有时候嘛，男人嘛，有时候喝酒喝醉了嘛，也控制不住。不是，男人喝酒喝醉了是，但你不能每次都是这样子呀。那你为什么打人呢？我就奇怪了。我平时不打人的。你觉得喝了酒打人就没事儿是吧？不是，喝酒喝醉了之后，有时候反正那事情来了也
他有时候嘛就给你跟那呛嘛，呛着杠着就来了嘛。他喝酒了，喝醉了回来，一把给我拎起来就打到地上去了。事后之后呢，再跟你说，哎，对不起啊，我错了呀，怎么样？那不是这样子做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暴循环，怎么办呢？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人打女人是不可原谅的，这样的家庭也没有必要持续。我们也确实看到，现在有很多人都想当马云，可又没有马云的本事。我想问一下，你从头到尾一共亏了多少？大概30多万吧。你给他30多万，他一共亏了30多万，也就是说亏的全部是你女朋友的。那你这个老板真好做诶，亏的都是女朋友的，做嘛，不给我就打嘛。所以你说你这个生意还怎么做？你这个人还怎么做？你早就应该和这样的男人分手了。当然这个30万块钱我想还是要，也是必须要的。他现在还不出，借条也是必须的，否则的话可能他再去找下一个女人，下一个女人又是像你这样的境地，你其他的姐妹也会遭殃的。其实真的最瞧不起的就是向女朋友借了钱还得要打她的人，这太不像话，真的是。就是不要说借不借钱，是不是女朋友，就是街上的一个人一个女人，你都不应该动手打她，还说什么喝了酒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就打了她，真的完全是不可原谅。我听了半天呢，你们俩之间没有什么爱情，有的就是投资创业。现在我告诉你，创业失败，投资失败，人家给你30多万，于理于情你都不能对他这个样子。还有你没钱，你凭什么答应人家我借给你钱？你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甭管是从投资角度来讲，还是从男女朋友爱情方面来讲，你根本就配不上这位女孩。你有什么能力？有的仅仅就是回家酒后你去对她家暴，仅此而已。所以说投资也好，感情也好，最关键的就是看准人，擦亮自己的眼睛，好吗？跟他说拜拜。而且一个38岁的男人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是他养我的，他凭什么养你啊？他愿意养啊。还好生意没做成。你猜他要是生意做成了会怎样？生意做不好打你，对吧？他生意做成了，没准就跟你前夫一样。你前夫不就是因为经济条件好出轨了吗？所以如果非要给男人挑一个标准，就有的很多女生说，哎，你为什么喜欢他？这么个人你喜欢他什么？啊，他有的时候对我也挺好，挺温柔。所以如果非要挑一个甄别男人的标准，看一个男人有钱和没钱的时候对你怎么样，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时候和经济窘迫的时候，在这两个关键时候，这个男人对你怎么样，你就可以看出他的品性。平时的什么温柔啊，洗脚啊，梳头啊，端茶送水啊，穿衣送饭啊，都别去看，那都是假的。看关键时刻，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叛了你，一个失败的男人打了你，这两个标准你都碰上了，你别以为都是他的问题。为什么你这样的女人老是招这样的男人呢？好了一点就翘尾巴找别的女人，受到挫折就问你要钱，不给就打你，你为什么老招这样的男人呢？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问题？你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贪图男人的假的温柔。男人只要稍微一点温文软语，一点甜言蜜语，就把你忽悠得个颠三倒四。4年的时间，借款30万，长达4、5次，被打了这么多次，一次次问你借，那比银行借贷都方便，连抵押都不需要，而且打了你，你还那么贱的把钱又给他，你说你有没有问题？你当然是很有问题的。打你2巴掌，给你个甜枣，你马上就借钱了吗？所以你这样的女人为什么老招这样的男人？第一，你永远只看表面现象；第二，你好了伤疤忘了疼。
第一次跟你动手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搭理他了，于情于理都过不去嘛。大家都说了嘛，借钱给你，你还打我？你现在到银行去借款，你还得办各种手续，他居然打你，这种男人你跟他过4年，你可真行啊，大姐。你呢，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反正你也是理直气壮，对吧？有这样的取款机在这儿，是吧？当当当，摁几个键就可以出钱，我干嘛不找这样的女人呢？是吧？但是呢，我想告诉你的一点是，可以不爱，但不要无情，更不要无耻。做人不能这样，知道吧？你做人不能说你不感恩，你还反咬一口。所以没什么别的好说的了。俞伯洪老师的建议，我认为你应该采纳，不能这么纵容一个这样的男人。30万能要多少？一定要，不光是为你要，是为正义要。明不明白？明白。欠人钱吗？欠多少？30万。打借条去。于老师拿纸笔。这是这个节目现场第2次写借条了啊！哎呀，这些不争气的男人们。伯洪老师到时候帮忙给读一下啊。欠条，经借30万元现金，还款日期最迟2017年4月底，借款人某某。我就不说是你的名字，收着啊。谢谢。谢谢。好了，钱的事儿打理完了之后，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此时此刻呢，我朋友告诉了我一句话，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呢，不如名师指路。”今天呢，我来到这里呢，非常感谢几位老师的指点，使我深刻的认识到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滋味。虽然过去经历过这么多的挫折和失败，但是我仍然相信我一定能够找回原来属于他心目中的那个我。亲爱的，你回来吧。2位请交换箱子。谢谢2位，请回。啊，孽债呀，请关门。我们看看最后这位34岁的女性的选择：5、4、3、2、1。5、4、3、2、1，请开门。哈哈，这就叫一生一世吃定你。跟我们说说，女孩你出来干嘛呀？其实他之前是对我真的很好，他对我儿子也很好，他也就是后面这2年变了。太，我一直都很疼你的孩子。来之前我还给孩子录了一段音，孩子很可爱，我也很喜欢他。希望你看到我的付出，可以让我们一直好好的走下去。不是，就这个是吧？你给我一个那个话筒，我听听这个，在哪儿呢？我们听听。妈妈，我觉得叔叔真的挺好的，对我特别好。每次带我都去吃好吃的，我真的觉得很高兴。有的时候你不给我买玩具，他就会偷偷的给我买玩具。他来看我都给我带礼物，我很喜欢叔叔。我特别喜欢咱们3个一起出去玩，我觉得咱们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快乐，特别幸福。妈妈，我还想咱们3个人一起出去玩，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快点带我出去玩，我想你们了。
这个孩子呀，不知道那些玩具都是妈妈的钱买的呀。你这样的出来的这种行为，完全是在侮辱我们的智商，侮辱我们刚才对你的帮助。见证去吧。你的选择是吧？负责任的是吧？那我们是拦不住的喽。来吧，两位请站这儿吧。感谢暴龙眼镜为牵手成功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喊开始和停。开始，停。哇，老天爷！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戒指给叔叔。以后可别再打人了啊！能做到吗？能做到，一定痛改前非。好了，接下来我们大家就见证一下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时刻吧。我现在不会戴的，等你做到了，我再会戴起来。好的。好，请亮灯啊！那咱们就这样，咱们从前面走，咱就不从这道门走了，好不好？下次真好的时候，咱们再从那儿走，好吗？谢谢你们两位，请回，请回，请回。哎。